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大家都在看哦，因为中美之间的角力啊，现在是不是已经延伸到说，连这个军火的输出都要争抢这个全球的主导权、发话权？现在中国大陆哦，打算要把这个胖妞，也就是他们的这个运20的这个运输机哦，是不是也要卖给这个巴基斯坦？他们之前卖了这个歼30的隐形机之后，现在要传出是要卖给奈及利亚这个胖妞哦，多用途的运输机。那它的这个运20系列的性能哦，相当于是美国的 C17全球霸王运输机哦。那全球大概只有中美俄3国拥有这种自制军用机、多用途的运输机这样的一个就是有这样可以制造的一个本领啊。但其他国家就没有办法。那特别现在大家就要关注说，中美在抢这样子的一个未来的军火市场哦。那歼10C 的战机也飞向了中东来抢市吗？在1月9号的时候，我们看到中时有这样的报道说，杜拜的航空展哦，大陆也要大秀身手哦。歼10C 在2018年完成重大的升级之后，首度在中东亮相。这一款战机也被譬喻说是美国的 F-16，大概同等级哦，同规格层级的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2022年啊，当时俄乌战争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有报道过，其实在塞尔维亚武契奇那时候啊，还特别说哇，我们买了中国大陆的红旗22防空系统啊，他甚至还去亲吻了这些东西哦，就是这些武器啊，就是展现说啊，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塞尔维亚军方最新的骄傲，所以他其实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等于说武器是非常的有信心的。那还有这个2023年10月份，也就是去年10月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批准丹麦向阿根廷出售2手的 F-16战机，为的就是要阻断这个中国大陆的枭龙啊。因为其实本来阿根廷也是有意要买枭龙的，他们就讲说，哎，不行，我们赶快不能让他把枭龙卖给阿根廷啊。所以现在看起来，中美的角力也在这个军火市场上面，哎，也开始这个分庭抗礼哦。那另外我们看一下，2年来首次中美现在要重启了这个军事会谈。那中国大陆的中央军委办公室的副主任宋延超，他提到了敦促美方要减少南海的军事部署以及挑衅，停止武装台湾。那美国的国防部副部长蔡斯哦，他们就讲说，嘿，会继续执行航行自由的任务哦，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时候，这个军事上面的一些冲突啊，其实都是来自于说欧美的一些抵近侦察。那中国大陆当然会觉得说，哎，你一直跑到我家门口来干什么呢？所以美国指控说，中国大陆解放军在东海啊、南海一些危险拦截哦，中国大陆就立刻回击，他说，请停止你的抵近侦察。那另外我们看看，在去年6月的时候，美国的战斗派遣哦，也抵近了中国大陆的海岸30里来密集的侦查，甚至呢，王毅也抱怨哦，说光是军机哦，在2023年上半年就来了3000多架，所以最近大家看这个央视哦，有特别曝光一个新的画面，首次曝光现场画面是万吨的南昌舰哦，他们就说，哎，其实哦，这个解放军055万吨大舰哦，这个南昌舰，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在西太平洋执行任务的时候，曾经有遇到外军的挑衅，然后南昌舰旁边的画面就出现了2架的战斗机哦，南昌舰随即将这个飞弹发射的盖板打开，所以当时双方险些开打，差点擦枪走火。但是现在2024年才公布这个2年前的画面啊，所以足以显示出来，他们面对这个外军挑衅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有做好相对应的一些相关的措施。那目前大家关注到说这个东亚的这个紧张趋势哦，这个麻生太郎他提到了台湾有事必然发生，并且也会成为事关日本生存的危机事态啊。他这样的发言，中国大陆不以为然。他们的驻日大使发言人，他们讲到说，日本的政客再次在台湾问题上面大放厥词，这是自不量力哦，心怀不轨。那另外在南亚这边，这个现在印尼已经准备好要跟东南亚的国家合作，说要达成南海的行为准则。然后印尼的总统佐科威呢，也跟这个菲律宾的领导人在会谈的时候谈论到这个未来南海问题以及国防
上面的合作。但是呢，现在菲律宾啊，就是一直在这个仁爱礁这一边，他们现在打算要用这个舰务来实质占领仁爱礁，这恐怕是踩到了中国大陆的底线哦。所以中国的大陆的一些智库，他们就呛下，他就说将要引发新一波的占领活动。那这个他们讲说，这样的一个占领活动啊。南海海域这边还有100多个无人岛礁哦，接下来恐怕会引发周边各国新一波的占领行动，恐怕又会挑起双方的争端。那这个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郑源哥。南海其实问题比较小了哈，仁爱礁菲律宾想要建立什么永久性的民用建筑，大陆的阻挡能力是轻而易举，只是要不要阻挡而已哈，那不是问题。至于日本的政治人物啊，爱讲什么话哈，他就看准了你大陆拿他没办法，那他就不断的放话。如果你大陆有办法的话，他就不敢讲话。理由很简单嘛，因为大陆有一些导弹是对准台湾，不要对准台湾嘛，弄个1000颗核子武器对准福冈，我保证麻生太郎第2天都闭嘴，因为福冈是他的选区嘛。这个国际政治就是很现实的，你拿他没办法，你不敢对他怎么样，他声音就会很大。你拿他有办法对不起，他就闭嘴，就像胡塞组织一样，这美军现在拿他没办法，当然声音很大。如果你拿他有办法的话，他保证夹着尾巴就跑了。国际政治就是靠实力，哈。那实力，中国的军事力量当然是一天天在成长了，哈。比如说，你运20运输机啊，可以卖到奈及利亚，它是现在全世界少数运载量可以超过50公吨的军用运输机，它最高可以运到66公吨，那跟美国啦、俄罗斯的是相同体型的，而且可以飞得非常的远哈。那再来哈，它所谓卖给巴基斯坦的歼31啊，这是第5代的战机哈，到底卖了没有我们不晓得，但这个可能是第5代战机第一次外销到巴基斯坦哈，那这个也相当有的战斗力的啦哈。至于歼10是第4代战机啊，中东是蛮适合的，因为中东的国家跟国家之间距离都很近哈。我是觉得比较可能有应用在战场上的，现在塞尔维亚政治在乱哈，因为选举选后还摆不平。用红旗22是一种中远程的防空地对空的导弹，可以拦截战斗机啊、轰炸机，也可以拦截来袭的空对地的导弹。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红旗22，它的作战半径远到100公里啊，所以适合是所谓的中远程了。大陆还有一款红旗9，大概可以到达260公里哈。那它现在卖的是100公里的，可能不想要干扰到周边国家了哈。那美国跟这个中国在竞争在军火，这是可以想见的，因为枭龙战机啊的目前销售状况 CP 值的确是比 F16来得高，但是如果只是军售竞争不影响大局，那基本上无所谓，大家各凭本事啊。美国跟中国要重启军事会谈，基本上是各说各话哈。这个中国大陆方面说，你要减少这个对台湾的武装，然后要减少在南海的部署，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抵近侦察。可是美国说我没有抵近侦察，我是自由航行。请问一下，自由航行跟抵近侦察的界限在哪里？美国只要自由航行，什么事都能干。如果同样的模式啊，这个解放军啊靠近这个加州的美国的海军这个舰队的所谓第3舰队的基地的话，我相信美国不会那么客气了。他就看你现在解放军拿他没办法，你的解放军的舰队还没有办法跑那么远，你在附近没有基地。所以因此啊，就吃定你了。如果你有办法的话，那他也会乖乖的鼻子摸一摸就走了啊。就像现在这个福特号航空母舰看一看，哎呀，实在在以色列哈马斯打不干他的事，他也帮不上嘛，鼻子摸一摸就走了。所以要让美国人鼻子摸一摸就走了，就你有实力赢过他。所以中国大陆的实力还要再加强。好，我们请教将军。我介绍一下南昌舰我们要讲一些内行的话。南昌舰是2014年才开始动工，但是它成军是什么时候呢？2000年就已经正式的服役，只有6年的时间。你知道一条军舰从它开始开工建造到完成以后，它要西装，要这个人员要训练，能够6年的时间完成，是速度非常非常快。
那南昌舰还有一个特色，它的船上的官兵的年龄平均只有20几岁，都非常年轻。那为什么可以那么年轻就接这条舰，而且执行作战任务？就是这个解放军有刻意的培养这些人，然后在他们这条军舰开始建造的时候，这批的舰上官兵准备上舰的官兵就已经在船上面，在工厂里面跟这些工人一起在这边建造这条船。所以他一完工以后，船上的官兵、上舰的官兵对船上的所有的细节，不管是电子战，或者是雷达，或者鱼雷，或者是防空反舰各种系统，他都非常的熟悉。所以他可以在6年之内很快就可以成军。那成军以后，这条船我特别跟大家讲，为什么取名南昌，而且那么意义那么重大。第一个，它是第1艘055的万吨大驱；第二个，它这南昌这个名字是第3条船，它以前已经有2条船叫南昌。那他为了传承这个军神的意义来讲的话，所以他第3条的万吨大驱，第一艘的万吨大驱就把南昌这个名字沿用在这条船上面。那他那么年轻的军官干什么呢？他就是为了后续来讲，所有的万吨大驱我很快都可以成军，因为有了一批年轻的军官以后，然后这些年轻军官他可以服役的时间很长，就长留久任，我很快可以让这些官兵成为种子教官，可以一条船一条船去衔接。所以就可以做到无缝交接，形成海军战力。我觉得从董军担任国防部长，我们就看出来中共准备向海洋深蓝发展的一个重要意义。另外一个就是说，美国为什么让丹麦去卖给阿根廷 F-16，断了中国骁龙啊？这东西可能大家不知道，大家要晓得这个阿根廷跟英国是有仇的，你知道，他是为了福克兰群岛跟英国打过仗的。那所以美国很怕阿根廷又跟英国打仗，如果跟英国打仗用了枭龙战机来讲的话，美国就阻止不了，所以他卖给他 F-16，卖给他 F-16，他就有在里面会做手脚，就是你不能对英国的战机来实施攻击，来实施作战，我就把你的电子系统给你关掉。所以这也就是阿根廷迫于无奈必须买旧款的 F-16二手战机，然后也不买中国的枭龙，这也就是为什么枭龙其他国家会买，因为他们不会被美国在 F-16上面动手脚，所以这些国家宁可买中国的枭龙，而不愿意去买美国的战机，道理就在这边。好，请教杨老师。其实习拜会之后，中美关系是走向和缓的基调，今年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定调。那你看到他们的班机也在恢复当中。那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这个部长刘建超，现在正在华盛顿访问过程当中还跟美国的国安会的高层有过会面。对，然后呢，在就是9号的时候，恢复到了第17次的这个所谓的军事会谈那你看到的是中央军委会办公室的副主任跟美国的负责中国蒙古台湾的这个副助理部长蔡斯，所以他这个基调是定了，但是各位，我们马上这个台湾的大选会改变这个基调吗？我觉得很有可能。如果是赖清德上来的话，那一定会两岸之间出现动荡。动荡的意思可能就是包含经济上的反制、军事的演习，但还没有到危机。但是这个动作出来的时候，美国一定也会有一些动作出来。所以呢，你看到这边没有提到的，美国现在这个《金融时报》是美国国安会最主要放话的这个管道，说选后会派民主党籍的前政府高官，而且都是国安高官，到台湾来。然后呢，刚这么好，也这么巧，麻生太郎现在还是日本自民党的副总裁，就在美国做这个演讲。他的演讲就是说，对于台湾加强施压的中国大陆应该进行牵制，美日之间，那武统只会造成国际的秩序的混乱，绝不允许。他这么讲还不能放弃对话。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其实《金融时报》跟麻生太郎的讲话，在台湾大选之前，到底是介选呢，还是提醒？因为他讲的是兵凶战危啊，他们好像兵分3路，连卫报都讲说，一方面又是一种贺阻，但另外一方面又表达对台湾的支持。这个讯息，这个讯号是很复杂，但是可以想象的是，如果赖清德上来之后这台湾大选会整个打乱掉美国跟中国之间和缓的这个基调，而会走向不断的这种动作回应动作的这种循环的这种情势的升高。那我觉得其实当然在今年上半年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情势，中美的情势会以对抗为主轴，而且是在台湾。
好，赖皮寮这个名称是不是真的有典故？是不是真的有人在赖皮啊？为什么这样讲啊？因为我们发现到说，今天王宏威委员秀出公文哦，赖清德不是说他的老家要公益信托吗？结果现在还没去公益信托，都多久了？12月31号我去查，他那时候是这个总统辩论会的时候说他要公益信托嘛，到现在12天，2个星期，将近2个星期过去了，还在赖皮啊。那他说这个教育部、文化部统一答复都很简单，就是赖清德从宣誓要公益信托至今，没有任何的建物、土地向中央或是新北市申请公益信托。所谓的公益信托，根本8字还没有一撇，要拖多久？你这公益信托是拖延的拖吗？要拖到选后吗？是不是要再赖皮了？所以你看看这个，当一个总统候选人对选民的第一个承诺就跳票，那这个赖清德的诚信还值得谁信任哦？这不是赖皮，什么才叫做赖皮啊？林国春也秀出来这个新北市府的回函，就说呢，现在金本市各地政事务所没有受理到公益信托的案件，所以人家讲啊，这个很多选民网友就讲说，再撑3天就好啦，可以一路赖皮到4年后哦，赖皮很久哦。然后再来看看这个赖的靳总回应哦，很生气啊，他说反击，他说我们已经早就委任律师专人依法处理哦，交付公益信托相关的事宜啊，程序持续在进行当中，请王宏威不要不懂装懂哦，拿几封公文就自认捡到枪，胡乱造谣哦，讲话非常的呛哦。那为什么动作这么慢呢？让大家也觉得很奇怪。那我们看到这个刘和然就讲了，他讲说这个赖皮寮会刊遭疑针对性的突击，他说很无奈，他说拜托，这隔壁都有缴房屋税，人家隔壁都有缴哦，你现在自己没有来申报，还把所有矿区的人通通都拖下水，所以这不是赖皮，什么叫赖皮嘞？那再来看一下，现在高端同样也是另外一个赖皮的破口哦，还没有 EUA 就被发现说已经制造了375万剂的疫苗，民众党制图哦，他就讲说，这个机密文件显示啊，机密文件看起来有点小张，我们这边放大来讲一下啊。他说这个机密文件，高端在通过2期试验的半年前呢，就已经大量生产总计375万剂的疫苗原液哦。那这个根本就草菅人命嘛，你这个时间点根本就不对哦。因为我来看一下，这边写太小了。好，他这边是说他在5月份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有这个生产这么多了，早在他这个 EUA 通过之前哦，所以他的2期试验总共招募了3852人试验，然后呢，他们却疑似只把1000份数据比较好的资料来送验哦。高端曾经在2021年的2月向总统府报告，并且在同年的7月28号压线通过了效期1年的 EUA， 隔年疑似是为了要拯救陈时中的选情哦，再度通过了 EUA 认证，还让高端的股价一举狂飙了14倍啊！所以感觉上面，是不是国家队在护航呢？那我们看这个王任贤也说，这个合约哦，恐怕要这个藏弊案哦，所以才迟迟不公布，因为这里面这个心里有鬼嘛，担心合约里面有弊案被大家发现，所以赶快啊拖，跟这个赖皮寮一样，拖过这3天，这关键期哦。现在我们就看到很多的悬案，就是一直要等到选后，恐怕要4年后，我们可能才会知道了嘛。那再来我们看一下高端重训的争议，薛瑞元也是很呛啊，他就说，这个是有人看不懂国字啊，因为卫福部没有要求高端不可以公开合约哦。至于高端要不要发表这个公司的重训，卫福部又管不到。那他说总共文字也不过才10多个字，难道还搞不清楚吗？问题就在于有人看不懂国字哦，所以他们感觉上面这个底气很足，就是觉得啊他们赢定了啦，然后那个高端你们奈我何啊，所以还敢在这个时空再继续呛人哦，而且高端现在打算要来告王宏威以及其他5位候选人，就说你们这个股东名册把我们曝光出来，现在要提告啦。那刑事局检察局也证实哦，他们说有受理报案，也会搜集相关的资料。所以我们看到赵少康又再提到了赖皮寮，他说民进党现在的策略就是拖延，拖，然后简单的事情啊，你现在也做不好，公益信托也没有信托，这种国家大事怎么能交给你呢？甚至今天国民党哦还特别拍了一段影片，同样是在车上，可是这个车坏掉在原地哦，他在讽刺是不是民进党现在把整台车已经搞坏了，这群人是不是吃错药迷迷糊糊的哦，就是用这样的影片来讽刺你们这个治理台湾，已经把台湾真的是这个贵州派料啦。我们来问一下郑源哥怎么看这个赖皮，怎么还在赖皮啊？
公益信托，你刚才说还剩3天，没有啊？现在开始算到明天下午哦，相关政府单位下班只剩下1天的时间而已。他会跟你讲，现在忙，律师忙哈，没有办法办啊。你们这样催没道理，我已经答应了啊。其实也没有错啦哦，拖过了礼拜6投票，礼拜6这个相关单位不上班，也没办法办什么公益信托登记。拖过礼拜6，船过水无影啊，大概就不会有人谈这个问题了不管他当选大概也不会谈这个问题；他落选，大概也不会谈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拖过去了。比较有让人家愤慨的是高端，民众党他提出来一个证据，说这个文件里面显示高端只过第1期的临床实验那在第2期临床实验前半年就已经把疫苗做了375万剂，这个就是我们后来打的。换句话说，2期都没通过就已经做好了，怎么会这样子呢？没有这种公司这样搞难怪他在录音带里面讲得很清楚。放心啦，我们高端疫苗是一路开绿灯啦，管那什么1期、2期、3期临床的需要，我们做出来，卫福部、民进党就得买了。可是问题不是民进党的钱这是我们全体老百姓的钱而且买的是要打在高端，要打在很多支持高端人的手上。这些人后来日本还不承认，不能够去日本旅游，简直实在是丢脸，丢到日本去了。因为日本人知道说你根本都胡搞瞎搞出来，如果不是的话，日本人做事很严谨，早就批准了。没有日本人没有理由挡你高端嘛。更可怕的是说，高端2期这样做，那也是一种弊端因为这个民众党的资料揭发说，有3852人参加实验，只挑其中1000份比较好的样本。实验不能这样做实验是要双盲实验比如说陈建仁说他当时有接受高端的这个试验临床2期临床试验，他很骄傲跟大家讲然后最后说他打的是什么？他打的是生理食盐水，并不是疫苗本身，因为它是属于另外一组的。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你真的只挑不到1/3的数量去做什么？做2期，那其他的没有效的你都摆一边，是不是？是这样子吗？那你的效期等于是1/3都不到嘛？包括他们里面也承认他们承认董事会录音带已经承认说，高端疫苗是一个低效低效是客气，就是无效无效的疫苗。那你明知无效的疫苗，那你是蔡英文知道不知道？如果蔡英文知道，那蔡英文是共谋；那如果蔡英文不知道，你们在骗蔡英文。两者都是有问题的。所以很简单的道理，高端的疫苗我们真的要穷追猛追，追到底，因为已经很多人打在身上了，未来有什么问题你永远不知道，所以一定要先把它查清楚。好，刚刚有一个这个最新消息就说选战倒数2天，赖皮寮旁边出现了挖土机，然后因为很多人会去那边参观就想说哇，难道要拆除了赖皮寮吗？然后当地民众热议然后去参观的民众也是都在看说，难道赖皮寮拆了吗？然后他说这个现场议论纷纷邻居民众以为要拆了，结果呢是邻居申请自来水管施工所以赖皮寮还没有要拆，虚惊一场那我们来问一下杨老师。我们这个赖皮寮的邻居也会找时间点这个参入到这个戏里面。是真的。刘荷兰刘荷兰是我当兵的同事，他从国中老师、国中校长，然后呢进入到新北市，他非常熟悉相关的这些业务。然后呢，他就告知我们，他讲的这句话，我觉得赖皮寮其他的东西都不要多讲。你在隔壁都有缴房屋税。你自己没有来申报，对，你还把所有矿区的人拖下水，他也知道我们从空照图里面都看得出来，20年前那个房屋不存在，20年前那个房屋出现，戴庆德是立法委员，所以他以当时这种居高位、拥有政治影响力，为自己盖了一栋房子，也不去申报，所以他这个违法的建筑又逃税，违法逃税。这个不可思议的，各位，你看过那个就是卡彭，以前芝加哥的那个黑手党的那个教父，
他就是被逃税抓到了，他的会计师、他的 book， 然后呢提供那个资料，所以逃税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违法逃税这样子的人在选总统，然后呢，高端根本没有用的疫苗，这是蔡委员告诉我们的。整个董事会里面的资讯，自己董事会录音带讲的。对，董事会录音带讲的，这是没道用哎。对，对不对啊？这么多人还去打，相信他。我这一次去打那个，就是那个流感疫苗，问我说你要打国光还是高端？我想，高端做流感疫苗，我当然就说我打国光。后来才知道，原来高端去买了韩国疫苗，重新包装，把它叫高端，是，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而且他唯一客户就是政府呢，居然他的这个合约不能够公布，而不是这个政府能够决定。我觉得我完全不能接受这样一个说法。董事会自己还去分派说，多下来的钱我们可以有多少这个分润？那这种政商关系，你难道不怀疑吗？再加上不断的在打中共介选，从他这个废死的询问，到这些不伦不雅的照片，到我们刚上一节讲的这个卫星假警报，通通都是中共介选，对不对？介选到了所有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推落，如此堕落的这个政党怎么能够连任？所以请大家集中选票，政党轮替，下架民进党。好，来请教将军。我知道赖皮条为什么不拆，争论到这么凶了，对，宁可总统选不选得上没有关系，但赖皮条一定不能拆。我现在知道原因了，你知道，如果台湾万一打仗，有2个地方最安全，第一个是故宫博物院，因为那是国宝所在的地方，老共不会去打；另外一个老共打不到的地方就是赖皮条。大家不要笑，我讲的是真的哦，我分析给各位听。你看，我们经常前一阵子在说红色海滩、黄色海滩、绿色海滩，其实淡水是这个还有这个观音那边是红色海滩。敌人如果说从这个桃园那边登陆来讲的话，占你的林口高地，攻占台北以后，他要再打到万里去，那必须要翻过阳明山了。你看看那要多少时间？这第一个，这敌人不会从那边。第二个，从海面来，大家都去过野柳玩过吧？你看野柳那边这个怪石林立，对不对？然后几乎是不可能在那个地方实施正规登陆的，所以在万里是很安全的，不管是从你陆路攻击或者海陆攻击，那边都做不到。那第三个，它有矿坑。我相信这个现在不止光赖皮条整理好，搞不好矿坑里面跟哈马斯一样，已经存储了好几个月吃的、用的、穿的各项东西都已经存储在里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万里你要知道有很多的小渔港，对不对？不管是离日本的石垣岛啊，或者是说台湾现在一直嚷嚷着要把钓鱼台交给日本，那会不会就从那个小渔港以后，如果说是要脱离作战，马上就可以到日本去了，寻求政治庇护？我觉得那个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说这个赖皮再怎么样，你们再怎么吵怎么闹，他是绝对不会拆的。那之所以讲到高端那天听到一段话，录音档的里面一段话，听得我毛骨悚然。我是不懂医学了，那如果说有懂医学的这些老师，麻烦给我们指教。他讲了一句话，如果说是药性不好的话，我们就加强抗原。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是不懂，加强抗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盐巴如果不咸的话，多加一点？不是，盐巴如果不咸，加点盐巴没关系。怕的是什么？这个药性不强的话，我给你加点类固醇，那会不会引起后遗症？对，我们都知道类固醇号称这个美国仙丹嘛，有很多疾病啊或干嘛的话，你吃一点类固醇之类的药的话，可能药效很快就好，可是留下的后遗症是无穷的。那你增加这个抗原，是不是？我是不是很了解这种免疫系统的疾病？但是你现在增加这种抗原，就讲的好像跟加点类固醇一样，对不对？一颗不够，我加个2、3颗类固醇下去，让你可以很快见效，是不是这个意思？那我希望说，这个懂医学的老师要跟大家讲，如果真是这个样的话，我觉得从这录音档里面听到这句话，那高端不只是发国难财，他根本就是草菅人命，而且更可恶的是，这个借着人命来赚钱。那你民进党政府你怎么可以配合这种不良的药商、没有良心的药商来发这笔黑心财？这是让我们感到最恐怖的一件事情。那当然我们希望高端查清楚，还有3+11的破口这件事情，顺便也要查清楚，到底这些事情
我相信政党轮替之后，要把这些事情跟我们讲清楚。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蔡正元。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翟轩，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昨天呢，其实不光是这个，应该不是昨天啊，前天了，大家收到了这样的一个国家级警报。其实不光是全台湾都吓到了，更被吓到的是全世界都吓到了。因为呢，不是讲说台湾现在是最危险的地方嘛，但是外媒昨天不是昨天啦，就是在这个1月9号这一天哦，就是明明全世界很多的外媒关注台湾这一次选举的，通通都到台湾了，为什么警报就在这一天会发送出来？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时间哦，这个吴钊燮也在看这个国际记者会的时候，哇，突然警报大响，你看看这个外媒的反应有多惊吓，因为我们下面的英文写的有多可怕，我们来听听。Missile fly over Taiwan airspace. We have this context to put it in, like we were here during the military drills after Nancy Pelosi visited when missiles were fired over the island and there was no emergency alert issued then. So one of my first thoughts was, wait, so this one must be much worse, right? This must be much more dangerous. Something very serious is happening, or only English. I think it's, it's obviously very important to get that sort of translation right, or it can cause some. 卫报的记者说出了一大重点哦，他就说，其实连裴洛西这个访台的时候，中国大陆发射东风飞弹都没有发国家级的警报，这是外媒的一个既有的认知，所以当严重到你要用 air raid 这种字眼空袭，然后还说有这个飞弹这样子missile， 然后 fly over 台湾 airspace，Oh my， 这你看台下在那边就是到底是不是应该要去躲了呀？已经让外媒都当场吓得说，哇，我们现在是已经到了像加沙一般空袭嘛，要赶快躲起来嘛，所以下面的反应是非常大的，也因此有后来很多的一些媒体讲说，怎么会有这个样子呢？明明应该他们想法说这是会发生更严重的事情，没想到是颗卫星哦，所以很多的外媒都在这个时间点讲说台湾是不是乱了套啦，然后还讲到底是飞弹还是火箭还是卫星，搞不清楚吗？那中国大陆他们发射了一个卫星，结果台湾却发布了国家警报，这个翻译上面造成了非常大的误会，也使得这个全球的媒体都在关注这件事情。真的是世界看见了台湾，这个世界也糗到，不是台湾也糗出了全世界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连美国的一个专家都在讲说，这个警报是台湾的过度反应，每天都有卫星飞过台湾呐。那这个外媒都来这个。结果就是你自己演了这样的一个演技哦，闹出一个国际笑话。那我们看到还有报道讲说，台湾是发了这样子的一个国家级警报，但是欧洲两样情啊，欧洲的太空总署倒是欢庆卫星的发射成功，因为这次跟这个中国大陆这个科学院他们一起成功的有这次的创新任务，那他们是在欢庆，结果我们台湾却变成了一个芒果干。那再来看看，连国台办感觉好像回应都有点冷回应哦，就是人家问说这个台湾这个有一点好像惊弓之鸟般的这样发了一个警报，国台办倒是冷冷的回应哦，就是用一个书面来回应，他就说发射卫星是年度例行安排，无关台湾选举。那微博上头有很多大陆的网友说，什么是无病呻吟？这就是无病呻吟啊！万万又给自己加戏啦！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变成到处闹笑话了，怎么会这样子？到底是谁想要导出这一部这个芒果干大戏呢？那我们看到国防部的发言人昨天去到了网络节目时候讲他说虽然卫星通过台湾是在500多公里的高空，10来倍的音速但是轨道异常发布讯息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啊。那今天其实呢，
本来我们在想说，今天会不会又有警报要来了？因为中国大陆今天还有2个卫星要发布哦，一个在上午11点55分哦。那我们今天早上在开会的时候，我们也都屏息以待，想说会不会又有这个国家警报要来了？然后1点半的时候也还有一个卫星哦。那我们以后会不会变成，因为中国大陆不断的在发射卫星，我们该不会变成一个国家警报的日常吧？那后来这个国防部就说，哦，没有啦，今天就没有要发布了。那妙的是什么呢？昨天大家看到这个蔡英文今天的行程安排跟这个发布卫星时间一比对，这个发布卫星最晚是在1点半嘛，蔡英文今天的辅选行程从2点开始哦，是不是？这个2点之后再安排，避免发生上一次哦，就是好像那个演技不够逼真还是如何的，就太过淡定，让大家觉得很奇怪，是不是早有准备啊？所以反正今天也不发那个警报啦。那蔡英文的行程也都是在这个卫星发射之后才开始了。所以我们看看这个绿军的这个脸盲哦，军盲啊，脸好肿哦，讲的是谁？沈伯洋啊，他不是昨天出来护航说这个 missile 是一个抛物线吗？结果被国防部打脸，他说 missile 就是飞弹，没有任何的模糊空间。哇，这个排在这个不分区第2名的沈伯洋被国防部给这个打脸了。那另外呢，我们看到陈永康哦也打脸了他，讲说这个巷战的事情。我们来听听看这个专家的讲法是怎么样。台湾没有巷战的空间，你为什么要让它上来？没有海滩可以上来，你打什么巷战？如果是共军已经上来，台北站早就停电了，然后 public transportation 早就停掉，你跑去干嘛？第二个，高楼很高，你以为你当 sniper？ 对不起 ，no Uber Eats， 没有人给你送饭的，没有电呢，谁爬26楼啊？所以那个是 wishful thinking， 完全外行。好，所以他就觉得说，这根本就是一种妄想，完全外行的讲法。说到了外行，我们也要提到一个，我没有说他外行，就是于将军哦。于将军昨天呢，在这个有台的节目、政论节目，他有一些新的这个论述。他说呢，这个中国大陆发射这个卫星哦，那我要用他原字，他是说中国。他说这枚卫星证实中国从未停止统一大梦。他铺这个中共的目的，光是发射这个卫星哦，就是要告诉全球我有能力用飞弹攻台。这个卫星可以跟统一，然后还有攻台发射飞弹这件事情可以相提并论。再来，他说他发射这个卫星的目的呢，是要测试周遭国家高空的拦截能力哦。他说这个中国发射卫星飞越台湾上空，早飞第1次哦，已经是第3次了。所以真的退一万步说，别人在发射卫星的时候，周边国家是真的可以高空拦截吗？这我们等一下请教将军哦，就是很奇妙啦。但是国防部现在看起来哦，就是这个事情是不是没有办妥？现在又开始再回来讲气球，就说啊，这个飞越南台湾，因为大家以为上次那个讯息是越南，是不是刻意要讲飞越南台湾？这个气球飘过来长达3个小时，还有讲到说现在接下来啊，敌人威胁的手段会更加多元哦。那到底有多元呢？这个军事专家特别跳出来讲，因为卡尔文森号要经过台湾了。我们看到这个张静哦，他出来讲说，这个不要认为是在帮谁助选哦，更不要认为是在替谁撑腰哦。这个航舰战斗群就是正常运行，通过水道前往要打算去的海域，可不是来凑咱们选举的热闹。是不是早就预判了民进党的预判？所以先讲说你不要再来操作芒果干了。那我们先来问一下郑源哥，郑源哥怎么看呢？这个国际笑话。如果我们台湾的将军们都是于将军这种水准，那解放军打台湾简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因为他发现他的对手是知识水平非常的低。就台湾来讲，有太多的雷达，包括铺路爪来雷达，整个中国大陆的所有的发射系统都观察得到。很清楚的，卫星发射平台是在地面上的一个庞然大物，很容易观察得到。但导弹基地里面的发射平台，不是在地下的地窖，就是一个车载的发射，不会有一个庞然大物的发射台竖立在那边等着你攻打它。这是一个基本的军事常识。那怎么会有把它当作是它的测试呢？那如果测试，不要忘记哦，今天在昨天发射那个警告哈，那个被台湾发射警报这个卫星啊，有3个单位，一个叫做欧洲太空总署，这是哪个单位啊？这是法国主导的。第二个叫做马克思普朗克研究院，这是什么？这是德国的中央研究院，然后再加上中国的科学院，3个科学研究机构联合要来警告全世界，告诉他们有能力攻台湾，这个逻辑
这个逻辑，除非是智商真的很低的，不然真的还不太容易想得出来哦。丢脸丢到大了，就好好说对不起啊，我们犯错了，还比较诚恳一点。但是呢，国防部有需要这样硬着嘴巴讲说，我们发现轨道偏离。你发现轨道偏离是什么？是3.05分发现。为什么你3.05分不发布警告？你是拖到了3.16分再发布。那个卫星已经离台湾的东方已经1000公里了，你在发什么？在高空上已经500公里，你在发什么？你不闹笑话，不要解释，越解释越离谱。用一个谎话想要盖过另外一个谎话，是越盖越丢脸。好，台湾从来没有这么丢脸过，台湾的军队从来没有给台湾人丢这么大的脸。回过头来啊，要谈沈伯洋，我觉得有点浪费力气哈。我们陈永康哦，未来的陈永康立委实在没有必要跟他谈这个事情，没有错啦。任何一个这个所谓的城镇作战也要补给啊，因为弹药打2发，大概很快就没啦。那他讲的当然是中午餐哦，那个狙击手需要人家提供送饭。他简单讲，弹药要人家不断的补充，要不然的话，一个单兵作战他带不了太多的弹药，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哈。所以补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有人没有军事常识，就整天在那边吹牛哈。我劝国防部，犯错就犯错，坦诚犯错，而且要告诉国人，是不是蔡英文的国安观念哪根指示你们做的？要不然怎么可能犯这么荒唐的错误，丢掉所有国军大连的错误？这个实在是要坦白一点，一定有蔡英文的人告诉你说，发个简讯哈，反正不要钱嘛，啊，这个大概花7000万而已啦，不要钱，都是这些通信公司付的，然后要来吹民进党的票，你就坦白承认吧。好，请教将军。那我先把这个昨天这个飞弹整个过程哈，这个国防部真的很糟糕。你看这张图，我们来做一个比较，跟各位做说明，你就知道说到底是飞弹偏离了，还是说它本来预定就是到那边。好，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图分成2大部分，上面第一大部分是整个飞弹发射的过程。第一节火箭，因为它只是卫星嘛，所以它重量不重，它一节火箭就够可以把它推到天空中去了。所以它第一节脱落的时间是2分32秒，它的火箭就可以脱落。那我们这时候比照下面这个图，这次麻烦一下，你看一下，它就在这个地方，这个第一个脱落点，它标得很清楚，这代表是第一节火箭脱落的点，是在2分32秒的时候脱落。第二节它脱落的就不是火箭哦，它脱落的是它的整流罩。大家看一下，是这个整流罩，也就是它把上面这个盖子打开来，准备卫星要出来。这个脱落时间是在什么时间呢？是在2分53秒的时候，它就把这个盖子打开来。打开来以后，这个盖子还会掉下来。掉下来以后，我们对照下面的图，就是第二个脱落点。那我特别要讲说，它这边会掉下来。那为什么这个整流罩可以打开来让卫星出去呢？因为它已经脱离地心的引力了，它已经进入太空轨道了。所以进入太空轨道以后，你就不是它的自由抛物线了。紧接着就是什么？就是它运行在太空中，它运行的轨道。也就是说，如果说没有地心引力的话，它是这样子飞。那到了这一点以后，它因为就是太空中的自由轨道的运行，所以它就从台湾上空这样飘过去了。这时候距离第一个整流罩脱落的距离地面空间是卡门线，所以112公里的高度。那到台湾上空是500多到700公里这个高度，它完全就是一颗卫星在天空中运行。那天空中运行，它的速度轨道，因为随着它的轨道高度不一定，有的可能是一天我们所谓同步轨道，那更高。那有的比较低一点，可能是2个小时就绕地球一圈。所以它从台湾上空绕过是很正常，每天大概有好几百颗卫星会从台湾上空绕过。那我觉得说你发布这种警报你说这是怕这东西掉下来，我觉得那747飞过去，你更应该发布警报，因为747不小心它那个机舱门就掉下来了嘛。那第二个我讲这个城镇战城镇战更是一个笑话。陈永康真的是很客气，他讲说这个26楼你没办法送便当。我跟各位讲台湾哪一栋6都里面哪一栋房子不是1000万级以上起跳你才买得起？你在那边设个狙击阵地，我告诉你，你不要送便当了，
你那栋大楼老百姓就把你缴械了，对不对？像我们蔡委员他那栋好几千万的豪宅，你会让人家设聚集阵地吗？可以便宜卖给你。我跟你讲，最好的这个阵地是哪一栋，你知道吧？我发现台澎防火站，这是最好阵地，就是海霸王那栋，蔡英文他家。为什么？因为你看那栋多好啊，在那个位置，上层可以设刺针飞弹，中层可以直接瞄准松山机场空降之敌，对不对？底层可以这个阻击基隆河要上来的这些突击的共军，多好的一个位置，在那个位置，而且最重要的是在海霸王里面吃吃喝喝，这个不用担心便当的问题，可以有吃吃喝喝。那看蔡英文这次要不要把它捐出来打城镇战？好办法，好，我也都赞成。请教杨老师。各位，当前天的下午3点14分，我们这个假警报发布的时候，哈，你知道当下记者拍到了蔡英文在帮就是高雄地区的地方在做助选，陈其迈站在旁边，马上陈其迈听到他的就是 iWatch 的警报来，他在看，所以那个照片拍到了。然后呢，蔡英文也去看，他就很镇定的说：“没关系啦，我在这边，那个是卫星，不是飞弹。”哎，最后事情没了。我看的画面啊，也没有特勤人员跟他讲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总统啊，发生了这个国家的警报，如果是当真的话，没有第一时间，他的特勤或者是国防部告知他，国安会告诉他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么严重，你都要发全国的警报了。你总统还在那边亮着，老神在在。我合理推论，这是原先预排好的一出戏。他事先知道这个卫星的发布，会走过我们的 ADIZ， 而且当他发到高空的时候，其实呢已经过了叫卡门线。什么叫卡门线？各位，国际法的规定，领空大概就是到100公里。那就是飞机已经飞到最高的地方了，甚至有的国家定160公里，也就是大气层跟外太空之间的这个分际。而这个卫星老早在湖南抛弃掉那个它的这个外层罩的时候呢，它已经超过卡门线了。到了台湾海峡之前，它已经进入到轨道了。这都是基本专业，你不要告诉我国防部不懂这个东西。我待过国安会，怎么会不懂？过去中国大陆去年连续发了73颗，光这个月都发了大概有将近10颗，轨道日期都是事先公布的，还告诉我们说，原来这是人家跟欧洲的科技合作，走向外太空的探勘，爱因斯坦探针卫星，探测黑洞外太空的，你把它当作飞弹，《纽约时报》就讲得很好啦，是飞弹。是火箭还是卫星？就好像看那个超人那个电影一样，搞不清楚，是飞弹是火箭是卫星，这个标题就是这样子。台湾的混乱完全乱了套，而把它当作一出戏一样在演，要引出一个中国介选，对不对？然后呢，之后又说，这个发言人出来还说，把一切的责任推给一个中将。一个中将在个部会里面了不起，算是司处长级而已，他可以做这个决定，我绝对不相信国安会，连我以前做国安会副秘书长都不敢做这个决定。这个戏是排好的，我合理推论。对，所以现在这个外媒都发现我们台湾真的是蔡英文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